你好，我是有为。今天穿得很阿姨，因为下好几天雨了，衣服都没干呢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要来分享访鸟的风车跟年末来盘点去年买的那些进口韩肉，经过史上最热的夏天以后，还剩多少颗呢？我究竟是不是个盘子呢？那么就先来看我的风车吧，这是虾皮买的，有兴趣再去看看哦。如果有别的更好的，也欢迎你推荐给我。太长了，这样子，哎呦呀，我的眼睛啊！这样对眼睛的伤害还蛮大的。对啊，好亮，这不止小鸟吧，连人都受不了。第一个小狗，就用这个，超亮。因为刚好房子这边有这个小狗狗，就用这个小狗狗绑起来。用了2周，多肉们没有再被咬了。接下来就是盘点那些进口的多肉啦。先说，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多肉，浇水的时间拖得太长，导致我大量的收盆，有8成的原因是因为人为的，那剩下的2成是如果我有好好杀菌的话，也不会收掉这么多，所以好好的浇水杀菌是非常重要的哦。首先我们就来看去年9月买的组合包，还有这个蓝色妖姬。组合包只剩这2颗还能看，其他的不是挂掉就是快死了。那蓝色妖姬因为那个台风的关系，现在都跟梦露这些全部混在一起。还有花牌的只剩这1颗啦，有记忆的就是挂了2颗吧。那他们现在长得都跟梦露一模一样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很多的梦露，还有野马冬云 Pinky。这样一盘有8个嘛，那我们这样数一下，总共8、3、24，然后再加上散落各地的野马冬云挂掉了，就剩 Pinky。然后还是很多的梦露，拉威雪莲、白月光、玉蝶罗喜马、天鹅绒，还有麦秆。那白月光这一颗果然它有白凤的基因，有够好养的，因为刚从第2层拿上来，所以它中间这边还很绿，等过一阵子应该就会变成橘色的。玉蝶洛西玛就也混在这一群里面了，但我原本这一群大概有10来颗，现在只剩8个。这个形态整个都不见了，吃太饱了。然后买的时候好像叫雪橙还是什么的，现在也都是一个梦露的样子，全部都在梦露里面。接着就是罗宾、石榴冰魄，还有雪媚娘。罗宾被雨淋到都没有了，石榴冰魄它意外的可以度夏，而且跟它来的时候样子完全不一样，整个都是绿色的。那雪媚娘就是绿冰，它也算是一个乖宝宝养得很好。接下来就是全灭的沙罗基牡丹啦，因为买的时机太晚了，根系没长好就被我虐待，所以通通都挂掉。剩这个斯特拉还是特斯拉，它也是完全的变绿，然后还没长好，现在长得很可怜的样子。接着这个是乌木的组合包，原本我想说至少有1颗会活吧，我收一收全灭。入养真的只能选那些在台湾驯化好的那些。接着是夏天到货的那些，有买了丰沛玫瑰、红颜蜜语、科拉奇，这一颗应该就是麦秆啦。你看它们2颗除了颜色几乎一样吧。那红颜蜜语只剩1颗，包括我原本有1颗度2下的，通通在今年的夏天阵亡。这几天很冷，你看它红的好漂亮啊。接下来就是种快1年的法兰西玫瑰，也就是侧影，还有双头的梦露。如果是露养的话，我们就养侧影跟梦露吧。这2个品种的阵亡率好低耶，而且都可以用现盆的方式让它1年4季都显色。我没有特别砍头，它自己都会默默长成多头的形态。这一颗它顾着生宝宝，根本就没有长好耶。
这里一盘是38324。事实证明，夏天浇水很重要，不要过干啊！过干真的不是好事。乌木就要买市场乌木，接着就来计算一下去年买的所有的金额，扣掉了运费，总共是4806块。可以的啦。挂掉了2824块，存活率大概一半少一点点。除了自己淋雨挂掉的那些乌木类啊，其他其实都是因为度夏浇水不够才挂掉的。后面这里呢，就是在台东的多肉后花园购买的多肉，度夏完以后呢，它正努力的长大。然后这种在本地长大的香槟都很乖，淋雨也没有问题。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杀菌，我没有杀菌，我没有好好浇水。这两个做好，其实就可以好好度夏了。这一波寒流来了，马蹄巴显色超漂亮的。这一颗超大颗，跟 Pinky 也有一点像，但它好像是不归纳成纸风车吧。桃木玫瑰这个也算是好养，就是淋太多雨，所以那个时候懒菌的叶片都掉得乱七八糟的。现在就重来，但等它上面的头长好，我们再来处理。巨无霸白凤没有了，但我还有巨无霸晚霞。它的茎呢有一点干掉，所以我把它的头砍下来以后呢，以为它会挂掉，茎的部分这里可能会就没有了嘛。但它还在生宝宝啊。这边就是烂掉的地方，干掉的很明显。那时候为了保险起见，就从它的以上然后切掉，现在变成这样了。这个是茶花女，是大卷肉，它也是从很大很大一颗，然后被我就是染菌的叶片，然后慢慢这样缩下来。现在它下面都在生宝宝。这个是达摩基丘利，这个真的很好养它变成老张了，然后我分了一下，有2盆，整个都是好像养不死一样。这个是绮罗，绮罗也长得超多，我把它们分开，我就有好多绮罗。然后这一颗是没有名字的乌木，这种市场乌木就还蛮好养的。然后这个是红天鹅绒，去年的一头，它慢慢在长成多头，然后在台湾其实不会红成像那个韩肉进口的图片那样哦。接下来这个是西瓜卷卷，像这种卷卷都会长出很多的侧芽，非常可爱哦。这个是梦幻玫瑰，也是有瘤的那种。这2颗我不记得在哪里买的，但都很好养。这个是在才艺买的燕爪，然后就被我养得好可怜了，这边那个都是叶螨咬过的痕迹。奇异恩典还活着哦，这个我还蛮惊喜的，就是怎么还在？原来以为会挂掉，没有呢。然后这个就是市场冬云啊，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，但是一颗就是40块、45块的那一种，好养又很美。这种温差很大，它就显色的很漂亮。这一颗就比较惊喜了，它好像叫韩国七福神吗？还是蓝色蜗牛之类的？之前买啊，我都会蓝菌挂掉，但是今年意外的活得很漂亮，算漂亮啦，以那个淋雨的程度来说。那这一颗是巨无霸白凤的侧芽，拔下来以后呢，放下去种。结果巨无霸白凤没了，它要变老张了。这边还有一些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，还有去一些大市集买的，好像都还活得不错。这颗是篝火哦，你看在台湾养就绝对不可能是长前面那个样子。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月影啊。
布鲁克林的蓝很小，去年买回来就差不多这么大，今年还是长这么大。这个是红豆丽娜，这好像是在配鱼吗？这一次在兴隆买了这个东西，他说它是触杀型的杀菌剂，有强化的氧化能力，可以快速的杀死接触到的有害微生物、细菌、真菌、杆菌、芽孢类跟病毒。然后这边炭疽病、青枯病很多。这边有写多肉植物建议1200、800，冬天是1000。3天一次，要连做3次。单独使用效果最好。没错，2个小时之内要用完。好，不要接触空气高燥、高温环境，会氧化降低效果。OK， 试看看啦。好讨厌啊！黄黄的，有消毒水味。然后这个就其实是消毒水的意思，但是这浓度可能人家他有试过，我们自己不要乱调。一点点，大概就是1滴吧，1滴这样。去市集听大家的分享啊，跟老板们聊天，然后还有刚好前几天看到那个喵王的多肉阳台的，他出了一个新影片，有采访园艺农场的老板，得到今年的心得就是在台湾要养好景天科多肉，杀菌真的超重要的。不过不能一直用农药，会有抗药性，所以我打算来收集一些有机的杀菌剂，然后来试看看。那么这就是今年的年末盘点进口多肉的我，究竟是不是个盘子呢？看样子是啦。那有一单凯特跟篝火那没拍到，不过那一单全灭也是不重要。那就这样啦，我是尤薇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